问你个问题，图片摄影和视频摄影最大的区别是什么？答案是视频会动。虽然是有点废话一句啊，但如何让凝固的瞬间动起来变成流动的时间，是视频摄影师一定要去休息的课题。那虽然现在手机防抖做的都很好，但如果你用的是微单，想要让画面动得流畅又稳定，有的时候不得不买一个稳定器。相信所有的视频摄影师背包里都有，但是如果你用不好它，再用稳定器胡乱运镜，它将会毁掉你的片子。所以在这一期里边，我会教给大家一些非常实用的运镜方式，教给大家的是一些让它做减法的东西。因为在电影运镜里边，很少会用到像《盗墓空间》的那种破水平的方式。我们最常用的东西，像滑轨、像摇臂、像肩扛、像手持，包括三脚架的云台，我们都可以用这一台稳定器来模拟出来。那相信无论你是只用手机拍摄的小白，还是有丰富经验的摄影师，这期运镜的教学都会给你一点启发。那这一次旅行，我将全程用大疆全新发布的这个 RS Mini 来拍摄，它有着全新的智能跟随，非常的魔修，我非常的喜欢它。啊，这么快！另外，它有一键锁轴，增加了横竖拍的快速的切换，这就是目前我最喜欢的稳定器。距离情书那条旅拍时隔了5年，我们又来到了北海道，所以我也是用它在这边整整7天，有一些感受想跟大家分享。那这次我还请到了非常喜欢用手持的摄影师 Ikita， 还有只用三脚架的 ET。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我们是在咖啡换故事的那一期认识的。请他们来聊呢，是因为天天用稳定器的人，估计有条件都会升级，对吧？但不喜欢用稳定器的他们，对 RS4 Mini 是什么样的感受？欢迎来到像素长街，我是小鹿。首先，我们先介绍一下电影中常见的6种运动：推、拉、摇、移跟升降。推呢是指镜头向前进，拉呢是往后退，而移是在水平的方向横移。那这3种传统运镜在电影剧组中主要是靠滑轨来实现，也就是我们所谓的 dolly。相信学电影的或者进过剧组的小伙伴都推过这玩意儿。那摇镜头呢是指镜头上下左右来动脑袋，主要是通过云台来实现。 Very good。而升呢是往上上升升高，降呢是往下降，在电影组中一般是要用到这种大家伙摇臂来实现。但今天的课题是我要来教大家用稳定器或者手机如何实现上面这几种镜头运动。大家刚使用稳定器的时候肯定被这些档位搞晕过啊，但结合以上这些电影中常用到的镜头运动方式，这些档位应该对应什么样的运镜，其实非常的好理解。L 档呢就是 lock 档，顾名思义就是锁住。无论你在任何的模式下，只要你摁住前扳机，镜头就会锁住，永远向前。你可以用它来模拟这5种运动。那D 呢是模拟滑轨往前推，这样的镜头适合搭配广角来展现空间环境，比如说 room tour 呀、探店呀，你可以尝试着弓步，然后身子和稳定器慢慢的向前送。那第2种是反过来，镜头往后拉。这样的镜头其实适合前景入画来展现环境和主体，无人机也经常会使用到这样的运镜。那第3种是小幅度的横移，通常用来拍摄实物的特写和环境，不需要走动，借一点前景轻轻的移动就可以了。哎呦！那第4种呢是模拟摇臂的升镜头，升镜头会让人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感觉啊，我经常用它来拍摄一些风景和建筑，也可以用遮挡的物体来转场。那最后一种降镜头，起伏拍环境，然后摁住前扳机向下运动的过程中，主角渐渐出现。在使用这个档位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就是你能不动你的脚呢，就把它牢牢地锁在地面上，仅通过动胯、大腿、上半身来拍摄。那这样的话，你拿到的镜头会有电影感的多。第2个 PF 档，把右边的按钮打到 Pan Follow 这个档，镜头会跟着左右转动而转，但上下的方向不动。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用它来做一些横移和环绕。那 PF 档适合做大幅度的横移啊，大多数是用来侧跟。米老师走的时候，你可以尽量的膝盖弯曲，走忍者步，这样可以抵消一些上下抖动。因为所有的稳定器在垂直的方向防抖都没有那么好，除非你是搭配平衡车或者是机头稳定器。你看。那环绕其实在传统组都是靠这种弯轨来实现，搭这种弯轨非常的耗时耗力。那现在你用稳定器只需要走一个环形，配合上云台的摇镜就可以了，拍人拍景都非常容易出效果。
但是呢也要克制，尽量避免那些毫无意义的360度环绕。那我们还可以做这种对冲环绕，就是摄影师和拍摄主体相向而行，在擦肩而过的时候猛地将镜头甩过来，这样拍的特别有冲击力。那第3个档呢是 PTF 档，那镜头在左右和上下方向都跟随。那在这个档位你可以打3种组合拳。第一种呢是往后拉的同时镜头向下摇，从仰视变成平视，从全景到局部。比如说起伏是树木和天空往下下降的过程中，主角入画往前走，当然很多车拍也会用到这样的运镜。第2种呢是往前推加镜头往上摇，适合从拍摄主体摇到建筑或者贴着地面摇上去，这样的拍法呢能增加画面的速度感。第3种呢是往后拉的同时镜头往上摇，从仰视变成平视，从局部变成全局，那非常的有气势和仪式感。当然这些运镜都不是一次就能拍成功的，那刚开始的时候可能需要多加练习几次。哎，可以让他再拿一次吗？哦，すみません啊。OK。你看，除了摄影师的运镜，演员的调度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如果这期视频这个月的点击能过5万，我就出一期如何调度演员的教程。那第4档呢是 FPV 档，第一人称，相机变成了和你的脑袋一样啊，左右上下都跟随。这个模式我们一般是用来模拟手持的感觉，因为它的自由度比较高。那当然呢，你还可以连接手机的体感，用它来放烟花。在这儿呢，借着这些烟花给大家拜一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快乐。这些就是我常用的运镜方法，在这里我总结了一张表格，大家可以截图，然后按照它来一个个的练习。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摁开机键啊，否则可能再熟的演员都不跟你玩了。我没录，你这个是个傻逼。运镜教完，那接下来来聊一聊 RS Mini 的新功能。第一个功能就是你看到左上角有一个红灯，你现在冲它再招个手。好。哦。绿灯变亮的时候，它开始跟随你了。哎，它真的追你！我试试。摁一下前面这个键。哦，妈妈加油！不用担心，我不会拍视频了。而且我只要是不想让它追你，你摁前板机或者我这样就好了。哎，这个模块是完全独立的广角摄像头，不用连相机的，磁吸上去就能用，而且其实完全不用插线和充电，我拍回来才知道，所以请忽略所有画面中这根黑色的线。那就算是像白桦林前景这么复杂的场景啊，也能够跟得很稳。那官方说消失3秒后再出现也能识别，而且最远的识别距离是10米。我们还测试了一下，即便是在暗光的条件下，它也能稳稳地抓住一开始锁定的那个人。我操！你们这么逼，你们把摄像头挡住了！我操，这都能跟，太牛逼了！没跟，跟了，跟着呢。比如说以前我经常会有一些倒退的画面，你其实是要一边兼顾肩平，然后一边看稳定器的运动轨迹。所以你知道现在就是低角度的盲拍的时候，我基本上上来构好一个图，我可以不太用看。哎，我不用动了，啊，他自己跟你。再也不用收拾他们牵着我了。小心车，小心车！哎，你看这会儿就有用了，你能看见车，跟 Pocket 一样，还可以选择它是居中构图，还是你自定一个构图。所以如果我把人放在3/4的这个位置，它会永远保留这个构图位置。是啊，是啊，是啊。那还有一点呢，这样其实是可以，比如说在家里的时候自拍的，比如我在收行李，或者我给大家介绍，看这儿我全新的什么东西的，它就会一直。因为我平常我一个人带着脚架出去拍，只要这个识别到我之后，我可以做一些水平，包括倒下的一些有故事感的一些动作，我觉得它都能跟得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我们在吃饭要收起来的时候，它有2种方式。第一个是轻按关机键，它就是这样，相当于它不会关机，它只是睡眠了，但是它3个锁就都锁死了，就方便我移动。哎，方便你移动，然后你再轻点一下，它又启动了。第2个方法是长按，它会直接关机，哎，就是方便你收纳。其实它弥补掉的是我中间这个脱离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重，第2就是不方便。
刚刚还我在阐述，我每一次我可能都得收起来锁掉轴，然后下一次要再重新调平。对，调平。就很多旅拍的时候是那一个瞬间，或者说模特刚做完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哇，你们这个很好看，再给我来一遍。但这个时候如果我想用到稳定器，说你们稍等，我开始开始做这类，那个瞬间就没了，一系列情绪也没了。对，大家就中断了。大家等我结束了，其实他们在演绎的那种痕迹会特别的重，所以这也是我最后没选择去带稳定器的原因之一。那现在这一代就是击中了你们的心哈，就真实的它击中的是这个痛点。发现了 RS Mini 改善了这几个人性化的小细节。第一呢是 RS Mini 每一个轴线都有这个特氟龙的涂层不光是看起来高级而且能让调频更加的顺滑。第二呢是俯仰轴新增了这种微调的旋钮，那转动起来呢就能精调刻度。第三点是像上一代产品这种需要手指推的小按钮，现在改成了这种轻轻一掰就能锁轴的开关。那我们试了，即便是戴着手套也能相对灵活的调频。那第四就是它的快装板呢是阿卡口标准的，也就是说从稳定器上卸下来可以上大部分的三脚架，大大的提高了拍摄的效率。第五呢，这个快装板还有一个小细节，之前的快装板上它很多地方没有这个，其实这个设计非常的小，但是就很有用。大家知道这个工具都是不能带上飞机的，你只能托运，这一次就忘了，然后他就把我的那个小扳手没收了，很不方便。我到这边我就要就是要揣各种各样的硬币，各个国家的硬币，各个国家第六，这一代还专门给你配了一个手机夹即便是手机相机来回切换着拍也很方便。第七点，如果你是竖拍的用户，这个新的设计切换最多花10秒钟就 OK 了。第八点，按钮设计上比上一代的 RS3 Mini 左边多了一个开关，那这样呢就可以用这个切换杆来控制它是用来变焦还是用来控制云台。第九呢，比上一代产品这个右边多了3个切换云台模式的开关，那切换模式再也不用点屏幕了。你觉得它的外观怎么样？面试？之前是黑色的吧？对的，我觉得这个很漂亮，显得洋气点了。女生用也不会像老法师，看可以哦。当时因为是这样，你藏在了车的那个座位底下。对，因为我想给你个 surprise， 等你签完保密协议再给你看。但它露出来了一个头，你知道吗？就是一个白色的。我当时也在好奇什么东西谁落东西了？给它抽出来一看，它一眼我就知道是稳定器，但是它第二就是那种直观的感受就是这么精致的吗？在重量方面嘛 ，RS3 Mini 是850克 ，RS4 Mini 是890克，重了40克。因为增加了自动锁轴这个功能，在我看来，40克的重量完全可以接受。好轻啊！最大承重是没有变的，都是2公斤。那这2天我在北海道一个是我用 A7C2 搭配着2470第2代去使用，另外就是用 ZV-11这2款机器，完全没问题。那在承重方面，我们尝试了用 FS3 搭配最新的2870 F2 这颗大块头超过了1.6公斤的情况下也没有问题。不过无论是索尼的70200 F4 2代还是70200 F 2.8 2代，都是没有办法在上面自由使用的。所以如果你有长焦的拍摄需求，还是建议你选择 RS4 或者 RS4 Pro。续航方面是13个小时，这几天使用下来基本上没有把它用光的一个情况在，而且我基本上都不会把它关机，只是就是摁一个键让它自动的休眠锁轴，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续航是完全 OK 的。那如果你的使用量特别大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随用随充着，插一个充电宝，它充的也非常快。那缺点方面大家看这个跟踪模块，就是它只能跟人，它没有办法跟类似于比如说动物还有车。那车的话，我还觉得如果这个跟踪模块能够跟车的话，还是挺实用的。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在英国的时候，这个所有的车拍的画面都是用 Pocket 3拍摄的，就是因为 Pocket 可以自动识别到就是人车呀什么的，这样我一框选它的头就会自动的跟随，所以一个人是完全可以操作的。所以说 RS Mini 这个跟踪模块如果可以跟车的话，相信配上车载吸盘什么的，可能会有更多的玩法出现。另外就是调频这一块，怎么说呢？调频这个事儿本来对于很多摄影师来讲就是一个坎儿。比如说我的焦段改变一点，屏幕往外翻了，多加了一个镜片，我摘掉了一个镜片，它的平衡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很多时候要频繁的调节这件事儿，对于非常需要效率的拍摄来讲，这本来就不现实。所以在我看来，这是大疆后面可以去努力的一个点。比如说是否可以自动调频。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主力机是微单，它无论什么牌子的，我觉得这台
稳定器都非常适合你的。但如果你的主力机是像 FS6或者像 Komodo， 我建议你还是上 RS 的旗舰版。在我个人看来，如果你是一些旅拍的拍摄、婚礼的拍摄、活动跟拍、会议等等等等这些使用场景下，这个稳定器就是最合适的。虽然今天教了大家一些使用稳定器的方法，包括大疆也出了这么好的一个设备，但是我觉得一定不要滥用稳定器。其实稳定器的运动会给人一种专业感，它像一个壁垒一样的，就大家觉得哇，它是怎么做的，就一下能这么稳的，这么丝滑的过去，他就觉得整个视频生动起来了，就像歌照一样。但是，一旦被滥用之后，它就会感觉不该动的镜头。它每一个镜头它都在进行环绕也好，平移也好，你就会觉得累。我就记得当时拍一个纪录片，因为已经跟那个老乡处了很久，好不容易才熟了起来。我们要走的时候，那个老乡起来说：“给你们唱一个祝酒歌吧。”拿了一杯酒，唱了一个特别好听的歌，然后就是跟之前的反应完全不一样。我操！我当时觉得人物弧光快出来了的时候，然后我瞄了一眼摄影师，我的意思赶紧拍呀，赶紧拍呀。那个摄影师在拿着稳定器环绕的。所以无论稳定器的技术再怎么进步，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炫技，而是将电影中以前需要10几个人可能才能完成的运镜带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让拍摄这件事本身变得更轻，同时也能让更多的创作者专注于内容，而非是操作设备。那正如希区柯克曾经说到的，电影是剔除琐碎后的生活。那摄影器材的不断发展，也正是在帮助创作者剔除掉那些技术的琐碎，那些拍摄的壁垒，而是聚焦到故事本身。Photography is not about creating beautiful shots, it's about creating a film that sustains the feel all the way through.